东京金融市场往昔以稳健闻名，如今却成了全球投资人密切关注的风向球。一向被称作低欲望社会的日本，居然引爆了规模高达 7.8 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波动，引发全球紧张。日本国债常年来几乎风平浪静，10年期殖利率一度在央行压制下稳定在0附近，以至于市场上出现东京鲸鱼，指日本央行大肆购债吞噬流动性的戏称。然而近期情势骤变，日本超长期国债殖利率飙升到20年未见的高位，美国、德国等债券市场竟纷纷跟着颤抖。日本债市波动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外溢，甚至有评论形容全球金融市场的东京时刻已经到来。当东京早上9点开盘，华尔街仍在深夜酣睡，但日本国债的一举一动却足以牵动法兰克福、伦敦直到纽约收盘的走势。为何这个低迷多年的经济体忽然间让全球债市看他脸色？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惊人的转变？我们将以时间顺序抽丝剥茧，探寻真相。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曾经风光无两，股市和地产泡沫推动下，整个社会陷入狂热。1989年底，日经指数攀上接近39000点的历史巅峰，比10年前暴涨了近6倍。彼时，日本股市市值占全球的 45%， 甚至超过美国的 33%。满街都是讨论股票的上班族和家庭主妇，人人自觉将成为百万富翁，仿佛一夜暴富只是寻常。当年疯狂的情景难以想象，东京市中心一处停车位的价值据说胜过整个纽约中央公园，仅3平方公里的皇居土地估值竟超过整个加州的房地产总和。有人为讨女友欢心花上千美元买一只猫，或飞去北海道只为吃碗拉面，挥金如土的故事比比皆是。那是一个日本第一的时代，日本人笃信未来只会永远繁荣，世界迟早由日本主宰。然而好景不长，泡沫在1990年前后破裂，日经指数与地价随之崩跌，银行背负巨额不良债权，企业倒闭潮涌现，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政府虽然多次出台刺激政策，但景气始终无法重现80年代荣光。1997年，日本调高消费税之际，又逢亚洲金融风暴，内外夹击下，经济再受重创。随后几年，日本全面步入通货紧缩的阴霾，物价和薪资停滞不前，民众信心严重受挫。自泡沫崩溃算起，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长达失落的30年。这30年间 ，GDP 几乎原地踏步，物价更是一度连续下跌将近20年之久。90年代末进入通缩，年轻一代在经济萧条中长大，对未来不再抱有远大野心，整个社会逐渐呈现出一种低欲望的特质，消费欲降到冰点，年轻人对买车、结婚乃至加薪晋升都兴致缺缺，被学者称作低欲望社会。长期微弱的成长、可怜的加薪幅度以及老龄化，使得日本人对投机泡沫敬而远之，再没有80年代那种敢于冒险的胃口。从全民炒股买楼到存钱不敢花，昔日意气风发的日本沉寂下来，成了一只经济上的沉睡巨兽。日本经济久病不愈，引来多方努力救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转机出现在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推出轰动一时的安倍经济学，其中一剂猛药便是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安倍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央行行长，誓言摆脱通缩，将通胀目标锁定 2%。2013年起，日银大举实施量化宽松，开足马力购买国债和各类资产。到了2016年，物价依然低迷，日银干脆将政策利率降到负值负 0.1%， 并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 机制，直接把10年期国债利率定住在0左右。自此，日本长债收益率被牢牢压在极低水平，市场交易清淡到匪夷所思，10年期国债有时好几天都没有成交，仿佛债券市场被按下了暂停键。日本央行这头东京鲸鱼大肆吞噬国债，持有量一度超过全部日债存量的一半。为了刺激经济，央行甚至买入股票 ETF 和房地产信托，大举接管金融资产。经过多年狂飙印钞，
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到相当于国内 GDP 的巨无霸规模。超宽松政策虽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高通胀，但成功压低了利率水平，也稳定了金融体系。在黑田时代，日本几乎成了零利率的平行宇宙，与海外升息缩表的趋势格格不入。长期的极低利率环境重塑了日本经济的行为模式。一方面，政府可以超低成本举债，国债发行滚雪球般增至约 1.3 京日元，约合9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250%。但因90%债务由日本国内消化，国债市场多年相安无事。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在国内难觅高收益，开始大举流向海外市场寻找增值机会，这为下一节的套利盛宴埋下了伏笔。当央行激进零利率的水龙头开到最大，日本资金如洪水般溢出国门，悄然撼动着全球资产价格。日本超低利率年代，一项著名的财务操作风行全球。日元套利交易，简单说就是介入廉价的日元资金，投入收益更高的外国资产，以赚取利差。在零利率和日元疲软的环境下，这笔生意令许多日本投资者趋之若鹜。首先是大型机构，日本的寿险公司和退休基金管理着天文数字的资金，过去因国内债券几乎零收益，不得不冒险买入海外债券和股票。例如，日本寿险资金曾热衷配置美国国债、欧洲公债，甚至新兴市场债券，只为获得区几个百分点的利息回报。日本投资者累计持有的海外债券在2023年底高达 2.3 万亿美元，其中 1.13 万亿是美国公债，使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债权人，比第二名的中国还多出约3500亿美元。这意味着多年来日本资金实际上在支撑美国政府的赤字融资，美债收益率能够维持较低水准，日本功不可没。更令人称奇的是，日本广大散户的海外投资热情。所谓渡边太太，并非特指某个人，而是对日本家庭主妇等散户炒家的统称。这些精明的平民投资者利用日本低息，通过外汇保证金交易和海外理财产品，大举买入高息货币和资产，以获取远高于日本国内的收益。早在2000年代中期，日元套利交易风靡一时，大批日本散户卖出日元，买入澳元、纽元等高息货币，甚至投资巴西雷亚尔、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有统计显示，在高峰期，日本散户贡献了全球外汇市场惊人份额，曾一度占到日本境内个人外汇交易量的将近一半，由此撼动国际汇市走势。由于日本家庭坐拥高达1500万亿日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资产，哪怕只挪出很小一部分配置海外，都足以令某个国家的市场掀起风浪。正因如此，华尔街甚至把追踪分析渡边太太的动向当作一项功课，他们的集体行为常常领先专业机构，影响着全球资金流向。日元套利和日本资金出海，长期以来是全球市场背后隐秘而强大的推手。廉价的日元如同永不干涸的水池，滋润了海外股债楼市，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并推高资产估值。例如，美国科技股等风险资产在过去多年吸引了大量日本资金，成为所谓美股长牛的一个助力因素。新兴市场、国债市场也受惠于日本投资者的青睐，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这种别人负责花钱，我们负责借钱给别人花的局面，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汇率或利差出现剧烈变化，日元套利交易可能大规模平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2024年8月，传闻日本央行意外升息，日元汇率飙升，许多套利资金匆忙撤出，美股等全球市场随即大跌。可见，日本资金长期输出所积累的风险，犹如压缩弹簧，一旦日本国内利率出现转折，这根弹簧将猛烈反弹，把压力传导回全球市场。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当全球通胀抬头，日本走向政策转向，巨大的资金回流如何掀起滔天巨浪？进入2020年代，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冠疫情之后，美国、欧洲通货膨胀率飙升至数十年高位，各大央行纷纷祭出激进升息手段。美联储在短短1年多内将利率从接近0提高到超过 5%，
欧洲央行也迅速退出负利率，一时间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准陡升，而日本却成了最后的异类，依旧死守超宽松政策不放。2022年，日美利差扩大，令日元汇率大跌，一度逼近$1兑150，创下30多年新低，引发日本政府罕见出手干预汇市。同时，日本国内通胀开始冒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2022年至2023年核心物价年增率持续高于 2%， 这在21世纪的日本实属罕见现象。企业在春季谈判中被迫给出数十年未见的大幅加薪，2024年平均加薪幅度创33年来最高。各种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可能正逐步走出通缩泥潭，这也让日本央行承受前所未有的政策转向压力。继续超宽松只会让日元持续疲弱，资本加速外流，还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物价。但收紧政策则要担心脆弱的经济复苏和天量国债的承受力。转折点终于到来。2022年12月，时任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意外宣布放宽 YCC 的波动区间，将10年期国债直利率允许上限从 0.25% 提高至 0.5%。这一举措震惊市场，被视为日银货币政策大转向的前奏。2023年4月，新行长植田和男走马上任，在他的带领下，日银开始为退出超宽松做准备。先是在2023年7月再次调整 YCC， 让10年期利率上限名义上维持 0.5%， 但实际上默许升至接近 1% 的水准。接着暗示将视通胀情况考虑结束负利率政策。市场对日银动向风声鹤唳，超长期债券殖利率节节攀高。到了2024年，关键时刻到来。3月的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正式宣布结束持续8年的负利率政策，同时完全废除执行了近7年的 YCC。 这意味着日本货币政策进入历史新阶段，长达17年未曾加息的局面终于改变。短期政策利率目标上调至约 0% 至 0.1% 的正值区间。虽然 0.1% 的利率相比欧美仍是9牛1毛，但这一次17年来首次加息的举措，象征着日本终于卸下零利率国度的帽子，宣告超宽松时代落幕。日本央行的转向带来连锁反应。首先，日本国债市场迎来久违的价格重估，随着日银不再无上限的压低利率，投资人纷纷抛售长天期债券，以规避价格下跌风险，引发超长期利率飙升。各期限值利率均创多年新高，4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升破 3.6%， 创下历史纪录，30年期利率冲上 3.2% 的余20年高点，20年期也升至 2.6%， 是2020年以来最高。长债利率猛涨对日本政府财政形成直接压力，因为利息支出势必增加，财政可持续性亮起红灯。正如新任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所警告的，那些飙升的利率可能使日本庞大的债务更难维系。与此同时，常年受压抑的市场机能开始恢复，海外投机者闻风而动，纷纷进场做空日本债券，压住利率上行。而日本国内的银行、保险等机构则开始重新评估资产配置，在国内债券收益提高的情况下，考虑减少风险较高的投资。日本债市结构犹如巨轮掉头，一时间巨浪翻涌。更大的影响从日本传导向世界。日本利率转向后，令一直依赖低成本日元资金的套利交易遭受打击。日元对美元汇率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一度明显走强，仅2025年内日元就累计升值超过 8%， 进一步削弱了海外投资对日本投资者的吸引力。德意志银行等机构警告称，日本利率上升将使本国债券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可能导致他们撤出美国债市，将资金转回国内。毕竟，过去在日本几乎零利率时，买入美国公债不仅有息差可赚，美元对日元升值也带来汇差收益。但现在这两点优势都在缩小，一些华尔街策略师甚至发出耸人听闻的警告。法国兴业银行的著名策略师艾伯特·爱德华兹直言，若日本投资大举撤出，美国科技股等依赖外资的板块将遭殃，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末日浩劫。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夸张，
但足见市场对日资回流风险的高度紧张情绪。日本债市动荡所引发的资金回流，正在通过多重渠道将震荡传导至全球市场。首先是债券市场的直接联动效应，在全球主要债券指数中，日本国债占比高达约 16.7%， 仅次于美国国债。因此，日债价格的大幅波动几乎立即拖累国际投资组合的表现。近期的例子触目惊心。2025年5月底，日本20年期国债标售遇冷，长债殖利率暴涨，不仅带动日本30年期国债利率创下19个月新高，连美国30年期公债利率也同步飙升，德国长债收益率升至数月高点。彭博数据分析显示，自日银开始松动 YCC 以来，美国长债对日本长债利率变化的敏感度攀升至5年高位。过去日本市场封闭时，东京行情对华尔街几乎无影响，而如今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每上升一档，隔夜纽约开盘后美债利率往往亦步亦趋跟涨。这种跨时区的联动前所未见，显示日本债券已成为牵动全球债市的核心枢纽之一。再看资金流动和汇率方面的传导，随着日本债券收益提高，本国投资者开始减码海外资产，将资金调回国内。今年以来，日本寿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大幅削减了对欧洲债券的持仓，仅2024年就净卖出了约450亿美元的欧洲公债。法国兴业银行的研究指出，日本寿险已在2025年第一季转为净卖出超长期国债，结束多年来偏好海外高收益债的趋势。造成这一转变的部分原因是对冲成本飙升，随着日元汇率波动加大，日本投资者对冲美元等外币风险的费用骤增，使许多海外债券扣除汇率对冲后实际收益转为负值，因此他们宁愿抛售境外债券，转而增持回报上升的日元计价资产。日本投资者在美国财政部的持仓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3年以来，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呈现减少趋势。虽然目前日本仍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但日本买家的身影开始淡出，美国不得不忧心未来谁来接盘其与日俱增的债务。正如评论指出的，美国国债市场规模高达 28.6 万亿美元，任何单一投资群体的变化理论上只是九牛一毛，但当此时彼时，美国财政前景本就令投资人忧心忡忡。若再失去日本这样稳定的买家，哪怕是边际上的退场，都可能对市场信心造成不小冲击。股市和其他风险资产方面，日资回流的效应同样值得警惕。一些分析指出，日本资金多年来支撑了美股中特别是科技股的繁荣，一旦日元套利交易大举平仓，这部分买盘减少可能给美股带来压力。2024年下半年全球市场的一些波动或许就是前兆。当日本暗示政策转向时，日元走强削弱风险偏好，8月美股出现明显调整，而日元与美股走势呈反相关。此外，新兴市场也需绷紧神经。过去，日本家庭通过各类原本保护型票券、Uridashi 债券和投信产品大量投资新兴国家。高峰时，日本散户持有的新兴市场资产一度相当于全球新兴市场基准指数的 20%。如果现在这些资金撤出，对一些依赖外资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在全球资金链环环相扣的今天，日本债市的每一次震荡都可能通过收益率上升、汇率变动和资金流向改变等渠道，引发远在千里的市场出现蝴蝶效应。面对日本这只沉睡多年的金融巨兽苏醒，全球市场开始重新评估未来的风险版图。我们不禁要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哪些变数值得关注？首先，日本国内政策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虽然目前通胀率暂时跨过 2%， 但能否持续尚未可知。如果未来通胀重回低迷，日银可能放慢紧缩脚步，甚至不排除再次宽松以刺激经济。反之，若通胀居高不下甚至加速，日银势必要进一步升息。然而日本政府债务高企，每提高1分利率都增加沉重的财政负担。未来决策者将在控制通胀和维持债务可持续性之间走钢丝。一个关键观察点是，日本长债利率的上升是否会失控。如果出现债券抛售恶性循环，借贷成本上升，引发财政担忧，
市场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导致利率进一步攀升的死亡螺旋。日本央行是否会被迫重回市场救援，重新成为最后买家？目前财政当局已经讨论削减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同时央行表示若利率过快上行，将灵活重启购债。这些措施能否防止风险演变成危机，值得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秩序或将迎来新的均衡。日本长期以来作为国际资本输出国，以零利率资金支撑着世界各地的资产价格。如今这一局面发生转折，国际资金流向可能出现结构性调整。如果日本资金大规模撤回本土，高负债的西方国家势必要付出更高利率来吸引其他买家承接债务，这将推升全球基准利率水准，让过去10多年那种超低利率、资金唾手可得的环境一去不复返。同时，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也可能上升，因为廉价的日元贷款变少了。可以预见，全球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更趋分散和波动的时代，各主要债市之间相关性提高，日本不再是孤立的资金来源，而变成影响全球流动性的变量之一。或许我们正在见证国际金融格局的潜在重塑。有经济学者提出，日本的觉醒标志着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过去10多年全球资金过剩，美国独享低利率红利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复杂的局面。美国、欧洲和亚洲资金互相牵制，此消彼长。例如，美联储未来降息的空间将取决于日本和欧洲利率是否同步下降，否则资金可能从美国流出，令美债承压。再如，长期以来日元是低息避险货币的代表，一旦日本利率上升且日元趋强，全球外汇套利版图也会改观。在新秩序下，各国央行的政策协调变得更重要，因为某一家的行动可能通过全球市场快速传导回自身。例如，日本升息导致美元走弱，美国进口通缩压力减轻，反过来影响美联储决策。可以说，一个东京开盘就能撼动纽约收盘的全新生态正在形成。过去，日本市场如同一片宁静的深海，对全球风浪影响有限。而今这片深海开始洋流汹涌，未来金融板块的板块运动都可能从东京引发余震。夜幕降临，东京银座灯火璀璨，车水马龙，人们依旧过着平凡的日子。然而在这繁华夜景的背后，一股金融暗流正悄然涌动。日本这个曾被戏称为低欲望国家的经济体，正经历着命运的转折。从30年的沉寂中苏醒的东京债市，如同海面下的暗潮，开始牵引全球资金的流向。回首过去，我们见证了日本从疯狂泡沫走向失落沉寂，再到如今因政策转向而再度成为举足轻重的变量。历史的剧本充满讽刺，当年日本奉行零利率输出资本，无心插柳却稳住了美国等他国的利率。如今时移世易，日本自身的一举一动反而可能成为撼动全球市场的关键出发点。面对未来，我们不禁思索，日本此番变局将把世界带向何方？是各国恢复正常利率，金融市场回归理性定价的新纪元，亦或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与危机？或许答案并非非黑即白，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政策正常化对世界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全球资金配置将更均衡，长期来看有助于矫正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度杠杆。然而转型的道路从来坎坷不平，短期阵痛在所难免。东京夜空下，那高悬的日本国旗依然在风中飘扬，它提醒着我们别忽视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变化。曾经被视作停滞不起的日本，正在用剧烈的市场波动向世界宣告它的存在。也许未来某天清晨，当纽约的交易员们睁眼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东京市场隔夜的表现，因为那里的涟漪足以在大西洋彼岸激起巨浪。世界金融版图上的这股东京暗流将持续影响我们对风险与秩序的认知。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唯有密切关注、审慎应对，方能在暗流涌动的全球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